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周四，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的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接下来再来关注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全球疫情仍处于反弹当中，境外疫情输入并造成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周四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情况。学校疫情防控中还有哪些漏洞？如何补齐短板？作为预防新冠疫情最有效的手段的疫苗接种进展如何？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广大民众外出旅游有何提示？来看看报道。自9月10号以来，本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半以上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和工厂员工，场所聚集性感染明显。对此，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要加快流调溯源和核酸检测，排查风险人群，要严格隔离管控，防止交叉感染，要严格做好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疫情防控，落实测温验码等各个环节防控规范，要做好秋冬季多病同防，加快推进疫苗接种。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少民众都在规划假期外出旅游。针对当前疫情形势，文化和旅游部介绍了4方面的工作重点：严格做好外防输入工作，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熔断机制，严格做好旅游各环节的疫情防控管理，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教育部也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深刻认识当前教育系统疫情形势，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鼓励广大师生就地过节，非必要不离开当地。对于有假期出行意愿的民众来说，相关部委负责人在会上均呼吁，一定要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和中高风险地区的变化情况，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昨天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是推出了出行防疫7件套，各位观众出行前可提前进行查询。近来，美军高层密电中国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最高将领马克·米利将军曾因担忧特朗普在其任期的最后几周里对华开战，2次秘密致电中国军方，强调会维持战略稳定。消息曝光后，特朗普批评米利叛国，也有共和党议员认为应罢免米利，但总统拜登表态对米利有信心。中国外交部就此回应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2大经济体，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该爆料最初由《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塔在即将于下周出版的新书《危险》中披露。根据爆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与中国同行通了2次电话。据书中描述，首次通话时，当时中美两军各自在南海举行演习，且特朗普对北京态度强硬，双方情势紧绷。米利对中国同行说：“我向你保证，美国政府仍然稳定，一切都会安好无事，我们无意攻击你们或对你们进行任何作战行动。”米利还表示，如果美方真的要发动攻击，他会提前告知中国同行。第2次通话时，米利再次致电中国同行表示，我们100%稳定，一切都很好，但民主有时会出一些纰漏。为进一步安抚中方，米利还要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推迟军事演习。此外，伍德沃德获取的一份通话记录显示，米利在1月8号还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进行了联系。佩洛西询问米利是否有办法阻止不稳定的总统使用核武器，并指责特朗普已经疯了，而米利则对前者的观点表示了赞同。据悉，米利也告知属下，若特朗普下令展开核攻击，必须先通知他。密电中国一事9月14号遭美媒报道后，米利瞬间被推到风口浪尖，引来口诛笔伐。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说这是假新闻，又将米利斥为蠢货。特朗普表示，如果报道属实，米利私下联络中方的行为是叛国。这篇爆料触怒的不仅是特朗普，还有整个共和党。共和党参议员反华急先锋卢比奥向米利猛烈开火，称向中国泄露美国的军事行动机密信息带来巨大危险。卢比奥和其他几名共和党议员共同呼吁拜登立即辞退米利。美国杂志《美国保守派》专栏作者德雷埃尔甚至批评称，米利是五角大楼里中方的人。但实际上，中美自
2007年开始就开通了高层军事热线。米利作为美军的最高将领，绝对有权在他认为必要时使用这一热线。事实上，美国外交政策杂志5月披露，在拜登上台后，对鲁莽的特朗普仍然心有余悸的五角大楼，就强烈建议拜登想办法增设与中国的军事直通热线。舆论普遍认为，鉴于伍德沃德对美国政坛和政治人物的熟悉度，他披露的劲爆内容有较高可信度。鲍勃·伍德沃德是美国知名的调查记者，他最早以报道水门事件而名声大噪。当事人米利也在当地时间周三发表声明，证实了通话真实性，并强调这在他职权范围，目的在于维持战略稳定。声明说，米利的通话都由国防部及部门间的人员协调及沟通，未来将继续按照文官治军的传统，在权力范围内行事。同一天，拜登也在记者会上力挺米利。They've worked side by side through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the president has complete confidence in his leadership, his patriotism, and his fidelity to our Constitution. 外界认为，这显示拜登赞同米利杜绝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军事理念。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称，2名知情人士说，报道中的说法太夸张了。美国防部发言人也为米利的做法辩护，强调作为美军最高将领，米利与其他国家的军方对话是正常不过的事。我们都知道，拜登现在面临的形势呢也是比较困难啊，内外交困，尤其是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他遭到了美国国内这个府会一致的这个反对和批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有一个关于特朗普的黑料爆出来，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拜登转嫁一部分他的国内政治压力所以他力挺米利呢，其实是有自己的政治利益的算计在后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里，米利被曝向中国保证不会开战，而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从未想过要攻击中国。有分析认为，这些披露至少说明不与中国打仗应是美国政治精英和决策圈的共识和底线。当地时间周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顿在与学者对话时也强调了美国若与中俄开战的可怕后果。 So when you look at great powers, our goal should be to never go to war with China, to never go to war with Russia, because that day is a horrible day for the planet, a horrible day for our countries. It wrecks the world, it wrecks the world's economy. It's bad for everybody.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we don't go down that path. 周四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针对相关报道做出了回应。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2大经济体，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布林肯呢，他再次重申了对台湾的承诺。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两面下注。一方面，他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对华发动战争或者不与中国开战。 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这样一个表态呢，传递给中国一个信号，就是美国是软弱的美国是可以为了避免跟中国产生这样的战争的行为，而可以牺牲自己利益的他为了避免给中国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所以他同时呢对台湾强化这样一个安全的承诺。我想他是在打2手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军方高层接连释放不愿与中国爆发冲突的信号，但另一方面，处于战略收缩的美国仍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周三，美英澳3国领导人举行线上会谈，宣布将组建一个新的印太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2016年与法国签署的潜艇合同告吹。此举引发法国方面的不满。法国外长和防长随后发表联合声明称， 澳大利亚违背合同的决定，背弃了2国的合作精神。CNN 称，拜登政府已经将对抗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中心，希望澳大利亚上船。观察认为，在美国的盟友中，澳大利亚已经成了跳得最高的反华急先锋之一。美国此次公开递刀，很可能会让堪培拉更加铤而走险，使得印太面临更大危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协定。美英向澳大利亚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艇技术，再次证明他们将核出口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采取双重标准，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澳大利亚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和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缔约国，引进具有战略军事价值的核潜艇技术，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有理由质疑澳方恪守核不扩散承诺的诚意。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指，美英帮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巡航能力，等于是让所有国家获得核潜艇合法化，也让国际出口核潜艇技术彻底合法化。由于美国搅动大国竞争，必然会延伸出越来越多的地区紧张，拥有核潜艇将成为普遍的诱惑。世界需要做好准备，迎接核潜艇热的到来。华盛顿为拉盟友共同对付中国，正在失去理性，制造一些超出其控制力的对立和破坏。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华盛顿邮报2位大牌记者撰写的新书爆料，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曾担忧特朗普在最后任期失控，曾2度致电中国军方保证不开战。您对此如何评论？好的，主持人。那么，美国头牌政治记者的爆料又在华盛顿权力场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伍德沃德呢，他是华盛顿邮报的副主编，也是下周2上市的新书Peril， 也就是危险的第一作者。那么伍德沃德他的标签人设当然是在上世纪70年代和当时的邮报同事伯恩斯坦一起挖出深喉爆料，成功揭露水门事件，最终呢扳倒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那么伍德沃德呢由此确立了白宫内幕首席爆料人的这个江湖地位，半世纪不倒。那么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他都有爆料大部头来问世。早在3年前，特朗普上台不过1年多，那么伍德沃德就曾经推出专注 Fear， 也就是恐惧。首任防长马蒂斯骂特朗普对半岛核问题的认知等同小学生，时任白宫幕僚长凯利嘲讽特朗普是白痴，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为了防止总统拍脑袋瞎决策，甚至呢主动从特朗普的办公桌偷走一份签名信。那这些个猛料都出自伍德沃德的上一本的专著。但是呢，看来特朗普他身上的黑料，一本书是根本报不完的。而伍德沃德和华邮同事的最新合著呢，也确实够重磅、够震撼。那其中最吸睛，也是媒体关注最多的，无疑呢是对现任参联会主席米利上将的爆料。那么米利2次主动致电中方李作成上将，包括呢在五角大楼内部召开参联会的绝密会议，要求与会者无论谁接到任何战事令，尤其是所谓动用核武令，必须呢在程序上要过米利本人这道关。那么这当然意味着，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阶段，以米利为代表的美军高层已经完全对在任的总统丧失信任。新书名呢叫 Peril， 延续了上本书的这个单词命名风。那么现在美媒呢在跟进报道时，出现最多的是另一个单词 breakdown， 也就是崩溃。而且呢这个崩溃它是全方位的。那么既有国家治理的全面崩溃，也有白宫主人情绪的完全失控。那么在暴徒1月6号冲击国会山之后，伍德沃德在书中记录了一段米利当时和众院领导人佩洛西的通话。那么老太太就抱怨说，特朗普疯了，他已经疯了好久了，别说你不清楚他的心理状况。那么米利电话中呢是这样回答的：议长女士，您说的我都同意。特朗普已发声明否认新书爆料，称拜登应立即解职米利，但拜登强调信任参联会主席。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您是如何来评估各方反应？很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新书爆料震撼弹提前引爆之后，那么各方现在都在发声，而且呢他们都在发大声，毫不拖泥带水。特朗普否认对华动武爆料，指责新书一派胡言，强调拜登应该及时解职米利。美国总统是3军总司令，那么如果伍德沃德爆料属实，那么参联会主席就是在挑战时任总统的最高权威，在挑战文职官员的掌军传统。那么事实上呢，等同于搞军变。
那么所以啊，特朗普大喊要解职。当然了，新书爆料也是对特朗普的最大的杀伤。脑子坏到这种程度，为保总统大位，疯狂到不惜押注对外动武的这样的地步，这种人该有多危险、多可怕呢？但是啊，两位作者也发了声明，强调对新书说法负全责。伍德沃德们大概对特朗普的回骂呢，甚至还心中窃喜，因为啊，媒体报道和争议乃至骂战都是新书呢最好的广告。那要说军变爆料捕风捉影、凭空捏造，那估计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呢都会信心不足。之前呢，特朗普还在台上时，《纽约时报》不就曾经刊发过所谓匿名高官的来论，披露特朗普内阁高官啊都在搞软抵抗，甚至呢不排除要对在任总统搞弹劾吗？那么特朗普呢一度还曾经怀疑这篇来论的作者是副总统彭斯，那么这不就是文职官员的所谓政变阳谋吗？那在维护总统权威上，拜登呢和特朗普是有共同利益，可以预料，如果特朗普还在白宫，肯定呢会对参联会主席及时出手。但是呢，特朗普还在当总统的话，那这本新书它的爆炸性的爆料能不能出来，又是个大问题了。米利这一次所谓讲原则、识大体、抗压将军的这个人设，他是立起来了。但是呢，当初特朗普面对黑名贵抗议时，强行要求军方陪着他穿过白宫前的小广场搞巡查，甚至呢对着镜头来作秀，米利当时不也是乖乖作陪吗？至于拜登，他现在更关切的恐怕是12天之后，也就是28号上国会山听证阿富汗撤军时，米利呢届时到底会说什么？这几天啊，美国媒体都在以军方信源来爆料，称呢美军高层曾经反复要求延缓或者至少在阿富汗保留少量美军。那么拜登此时呢，当然要出来安抚米利，至少呢他在面子上要做足。今天，法新社记者也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就这本新书提问。赵立坚在回应时再度重申，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您又是如何看？不管不顾，不惜一切代价，以所谓对外战争方式来挽救、来笃命总统大位，这在外部世界绝对是天方夜谭。那么西方政治圈早就有所谓核大国不会开战的经典判断，但是呢，我们从新书爆料来看，以战就位，至少呢曾经是特朗普在白宫最后岁月的一个疯狂念头，甚至呢不排除他已经就此释放了相关的信息，令美军高层尤其是参联会主席得出必须要全力阻止的结论。当然呢，从根子上来说，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他回避战争。美国媒体也曾经爆料，在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之后，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甚至呢搞报复反击的美军战机夜已升空。但是呢，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叫停了战机行动。那么这本新书啊也爆料，特朗普嘲讽五角大楼只会做赔本生意，花130亿美元造出了福特号航母这么难看的货。所以啊，我个人判断，即使特朗普他真有这样以战就位的疯狂想法，但是呢，也只会是狂想。他再癫狂，再留恋白宫，也绝不敢付诸行动。那样葬送的，恐怕呢就不只是他的总统任期了。而米利们的行动和选项，无疑呢也是在帮特朗普在醒脑算账。美国总统拜登刚刚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时长90分钟的第2次通话。美国媒体说，拜登在通话中释放的首要信息呢，就是避免竞争升级为冲突，美方无意搞军事冲突。米利在特朗普癫狂岁月的极端举动，正为美方无意冲突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行动诠释。那么，如果中美关系真有美方所谓的防护栏存在，那么这避免军事冲突，无疑啊就是中美关系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防护栏。所以啊，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认为有关伍德沃德新书口水战中一个最值得我们探讨，也最值得美方追问的话题就是，既然现在美军高层都坚信必须要以切实手段防范中美军事冲突，那为什么美国舆论场上至今还有人在公然鼓吹？那这其中的鼓吹者甚至不乏3获普利策奖的这个弗里德曼这样的重磅意见领袖，他们在鼓噪美军从阿富汗撤出之后，就该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我看啊，这一定是让米利们最头大的好战的噪音。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日本陆上自卫队周4正式启动了全国所有部队参加的陆上自卫队演习，将持续约2个半月，至11月下旬才结束，甚至跨越了日本首相菅义伟的任期。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称，此次军演目的只在于精简战斗准备流程，以面对岛礁地区受到攻击等情况发生。岸信夫口中的岛礁地区指的是哪儿？日本近期频繁的军演又传递了何种信号？来看看报道。据了解，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次军演地点集中在九州地区，部署在四国、北海道等日本多地的约10万名自卫队队员参演。目前，日本自卫队现役总人数约为25万，这意味着这场演习参演兵力占日本总兵力的40%，规模罕见。此外，还有约2万辆车辆和约120架飞机参加演习，同时还会召集约1300名预备自卫官，并加入设想利用航空自卫队运输机运送伤员的内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北海道的第2师团、山形县的第6师团、香川县的第14旅团，总计约1.2万人已前往九州的演习场。值得注意的是，演习期间，包括坦克在内的装备还将使用民间渡轮运至九州。其中，香川县的第14旅团约3100人及其配备的800台各式车辆，将与部署在北海道和东北的师团进行陆路和海路的机动部署训练。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上次实施相同规模的训练是在1993年，时隔约30年。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上周表示，此次演习是为了所谓面对岛礁地区受到攻击等情况发生，因此运输能力将成为关键。虽然岸信夫没有指明岛屿地区是哪个地区，但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举预备在钓鱼岛和台湾发生所谓事变时，向日本九州冲绳地区投入战斗部队。读卖新闻分析称，此次演习旨在强化在西南诸岛的防御能力。日本经济新闻直接称，考虑到所谓中国越来越频繁的海洋行动，预计此次大规模实地演习旨在提高陆上自卫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本政府7月发布的2021年度防卫白皮书中，不仅妄称钓鱼岛为所谓日本领土，还诬称中国海警法违反国际法。围绕台湾问题，日本政客近期也是频频炒作。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秀近日还妄称，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所以日本必须关注到台海问题。这个所谓的夺岛演习啊，可不仅仅是争端中的这个钓鱼岛。从这个军事演习的内容来看啊，它里面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巷战这样的因素。所以说，也有很多分析就说，这个所谓的夺岛演习啊，意指是我们的台湾岛，或者说一些在日本本土的一些有人类居住的岛屿上遭受攻击事态的这种状态下所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军事演习活动。有分析认为，自民党总裁选举造势目前正在进行中，而菅义伟政府在此时举行时间长度超出其任期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绝非偶然。一方面，军演可以凸显自民党内部政权交接，并不影响对外政策方针。不论谁最终当选新任首相，在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如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以及作为自民党总裁参选人的高市早苗，均屡次谈及钓鱼岛、台湾等议题。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想通过较为少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日本国内渲染周边事态的紧张感，以此为增加防卫开支、购买武器装备，甚至是挣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营造合理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中国的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日本政客应该停止拿中国说事。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对中方正当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自民党总裁选举里面其实加了很多针对防范攻击中国这些所谓的这个军事防卫啊、国家安全这上面的这种材料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从事实上制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根本目的呢是要借此来实现所谓的在军事安全领域的这个正常国家化。与此同时呢，其实日本自民党也有转嫁这个所谓的国内矛盾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日本自卫队这场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演习，也将出现驻日美军的身影。而8月以来，日本自卫队接连参加了多场联合演习，涉及美、印、澳、英等国。8月26号，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补给舰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传奇级国安巡防舰门罗号共同参加补给训练。而就在第2天，门罗号和美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就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那么在涉及陆上自卫队的军事演习，其实美国参与度不是很高啊。那么这次呢，美国参与其实一方面也是日本向外面释放一个日本与美国军事同盟这种全方位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和意图啊。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希望就是能够对日本包括这个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有一个全方位的合作，包括掌控。此外，美日印澳联合举行的马拉巴尔21年度联合演习也于8月底拉开帷幕。配合美国打造所谓的亚洲小北约意图明显，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了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村宇号护卫舰和朝日级驱逐舰不知火号。日本政府前不久决定为2022年防务费预算划拨史上最大额5.479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00亿元，其中的67亿元正是用于改造出云号和加贺号，使其具备搭载 F-35B 的能力。日本计划在年内首先完成出云号改造，进行 F-35B 的舰上试飞。朝中社指出，日本此举是十分危险的增强武力活动的一部分，意在完全脱掉专守防卫外衣，把自卫队武力转变为攻击型武力，从而实现重新侵略的野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从今天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举行28年以来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的这次军事演习有这么几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其一是动员的兵力为过去28年以来最多，多达10万官兵，而在去年同期类似的军事演习动员的兵力仅仅为16000人，远远比不上今年。其二是时间跨度长达2个半月，而在28年前，也就是1993年的类似大规模的军演，虽然动员的兵力多达14万，但时间上只有3个星期，而这一次这是长达10多个星期。三是虽然这次军演是由陆上自卫队举行的，但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与航空自卫队也将予以配合，同时驻日美军也将给予支援，甚至连日本的民用船只都将会被临时征用。也就是说，日本这次演习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动员了举国之力。四是这次演习的地点虽然只是集中在日本的九州地区，但是部署在4国、北海道等多地的军队都将进行跨区域大转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上个月初，日本已经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军队进行过一次为期1个月的全球大规模军事演习。8月25号，日本方面还跟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冲绳岛以南的太平洋海域举行过一次联合军事演习。8月26号，为了推行印太战略，日本还跟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海军在菲律宾海举行了一次马拉巴尔2021海上合作演习。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方面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现象。这跟2战以后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和平主义战略是极其不相符的，更不符合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它意味着70多年以后的日本又重新举起了军事威慑甚至是军事恐吓战略，企图通过炫耀武力的方式来起到吓阻邻国的作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方面扬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战争，但是这种极具挑衅性的耀武扬威的做法却极有可能恶化地区局势，导致战争预言的自我实现。那在您看来，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的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矛头究竟指向什么地方？我注意到对此日本方面的说法是，这次大规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陆上自卫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强化日本在西南地区的防御能力。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钓鱼岛与冲绳在内的所谓日本西南诸岛正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时期。我认为这种说法纯粹是属于此地无银三百两。首先，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主张过对日本冲绳岛的主权，更没有对冲绳岛进行过所谓的军事威胁，而且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那么其次，虽然中日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之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并没有出现任何要走向激化的倾向，中国也没有流露出要在近期内以军事手段解决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的任何迹象。因此，日方认为钓鱼岛与东海的态势正处于所谓的非常时期，以至于要为此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完全是在欲盖弥彰。要知道，即使是在10年前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候，日本方面也没有搞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的这次超大规模军事演习，矛头究竟指向的是哪里呢？我认为，从今年3月份美日防长和外长举行的2+2会谈，以及今年4月份美日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都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政府7月份发布的2021年防卫白皮书，首度写明台海局势的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与国际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日本必须要更有危机意识来关注台海局势。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政客屡屡扬言台湾的事情就是日本的事情来看，日本陆上自卫队这次军事演习针对的对象其实就是中国的台湾岛，或者说日方口中所谓的正处于非常时期的西南诸岛，指的其实就是台湾岛。日方仍然不知天高地厚的把台湾当成了日本的一部分，而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意味着过去20多年以来，日本对华军事战略的目标与重心已经出现了几次大的转移。在2012年之前，也就是当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以及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之争闹得最为激烈的时候，日本军事战略的重心主要是放在跟中国争夺东海与钓鱼岛上。而在2012年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面，正是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出现南海主权之争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又将挑衅的矛头对准了中国的南海，甚至一度准备派军舰跟在美军后面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域进行所谓的巡航。后来在中国的强硬警告下，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过那个时候日本插手南海，并不是为了要跟中国在南海打一仗，而仅仅是为了把中国的注意力和精力从东海转移到南海，以减轻日本自身面临的压力。那么现在，随着台海局势的日趋紧张，日本又将军事战略重心从南海转移到了台海。而从当前日方摆出的架势来看，他们这一次可不是为了将中国的注意力从东海转移到台海，而是下定了决心要跳进台海局势的粉水当中。我认为这就是日本时隔28年之后再度举行超大规模军事演习所发出的信号。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原定于当地时间周3赴英国议会大厦参加活动并致辞，这被认为是英国政商界与这位到任3个月的中国大使的互动良机。然而，在7名受中国制裁的议员联署要求下，英国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做出禁止郑泽光进入议会大厦的荒谬决定。今年夏天，中国新任驻英大使郑泽光上任不久后，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主席理查德·格雷厄姆就向他发出了邀请，出席在议会下院举行的一个招待会并致辞。这是一个对中国持广泛支持立场的跨党派小组。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周二说，这场活动显示主办方重视中英关系，致力于加强对话合作的积极姿态。然而，在活动前一天，英国议会下议院议长霍伊尔和上议院议长
长麦克法尔两人双双作出禁止中国大使进入英国国会的裁决。该决定是在几名受到中国制裁议员的要求下作出。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主席格雷厄姆对此非常担忧，他对不得不推迟与中国大使的会谈表示遗憾。格雷厄姆说，与新任中国大使接触并倾听他的意见非常重要，无论情况如何，与中国有互动总比没互动好。他还表示，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将做出新的安排，以听取郑泽光大使的意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谴责个别英国议员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干扰中英正常交往与合作。声明表示，英国议会这一决定反映了英方一些人的狭隘心理，是短视之举、鲁莽之举、懦夫之举，我们予以鄙视和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英国议会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切实约束个别议员的言行，从维护人民利益和全球福祉的立场出发，为中英关系巩固和发展多做实事。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发表谈话指出，该决定罔顾中英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违国际礼仪，是错误的，也是不明智的，并表示将采取相应措施，做出必要反应。今年3月，在英国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制裁了中国官员后，中方进行了反制，对7名英国议员实施制裁。这些人都是激进反华分子，长期抹黑中国，破坏中英关系，但他们对媒体却一边表示无所谓，一边卖惨，妄称中方对他们的制裁是针对整个英国议会。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郑泽光是第一位被禁止进入英国议会的大使。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中英间的相互制裁对英国议会两院议长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可见在最后一刻禁止中国大使参加活动，似乎是一种旨在恶化双边关系的蓄意挑衅，但他们正在打自己的脸。这一举动反映出被视为西方世界民主摇篮的英国在对待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英国议会将自己看作所谓人权的捍卫者，却阻挠言论自由以及中方参与交流活动。外界注意到，近年来，英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盲目跟随美国，针对涉港涉疆议题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导致中英关系陷入低谷。但近期，英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6月，英国外交部透露，英方主导在 G7公报中弱化相关措辞，有意缓和对华关系。7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同英国工商界代表举行视频对话会。同月，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到英国履新。当时他通过视频和英国女王见面，递交国书，气氛友好。8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时任英国首席大臣兼外交发展大臣拉布通电话，形容近期中英关系在低谷中出现积极迹象。拉布还表示赞同体育不应被政治化，表示英国奥委会将独立就英方运动员参与北京冬奥会作出决定。英方认为国际抗疫合作也不应被政治化。在通话的前一天，今年2月曾遭英方吊销广播执照的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也在英国落地复播。观察认为，面对英国政府释放出对华缓和的信号，英国议会的一些人仍不死心，想方设法阻止中英关系回暖，而禁止中国大使进入议会大厦就是最新的小动作。中美博弈或者这个中西方这个价值观啊这方面对立的一个大的背景啊，所以这个英国啊，包括其他很多欧洲国家，它的这个对华政策啊，容易受到一些极端人士的绑架。我想的话呢，这个英国对华政策呢是当前呢是相对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啊。对于这个英国的一些反华的消极的，我想呢就是说斗争肯定是有的，但是合作呢还是这个中英关系发展的一个主流。从2014年的非法占中到2019年的修例风波，香港记者协会多次纵容黑暴假记者，阻碍警方执法，更大肆抹黑特区政府及香港国安法，令人质疑香港记协这一组织的组成及目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表示，香港记协要回应公众疑虑，要对其政治立场、会员情况和财务状况做说明。香港记协就此发表所谓声明，但其片面回应令外界进一步质疑香港记协是心中有鬼。
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针对市民的呼吁表示，社会上很多人质疑香港记者协会是否政治中立，记协若要澄清有关疑虑，可考虑公开撇除个人资料的会员名单过去数年所收款项的来源，包括当中是否涉及外国政治团体或有明显政治倾向人士，并说明过去5年有没有进入校园宣扬政治倾向。对于香港记协主席曾指一名13岁的小朋友是学生记者，邓炳强认为，专业记者应受过专业训练，有专业信念、价值观和专业操守。邓炳强细数香港记协各种罪状，包括过去若苹果日报等声称受不当对待时，记协就会提出谴责，而对其他媒体处理手法就有明显不同。邓炳强质疑记协非政治中立，而是有特定的政治倾向。香港记协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简短声明，说明会员类别问题，称记协有效会员共有486人，包括正式会员331人，学生会员56人，另有退休会员及永久会员共43人等。但对是否有进入校园宣扬政治倾向，近年是否有收受外国政治团体捐款，只字不提。但记协的说法引发多方质疑。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表示，记协声称其会员总数不足500人，却能在市区营运会址，自然令人质疑其资金来源。香港记协除了要向市民交代是否有收受外力资助，更应交代是否有收受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的捐献。新民党中委李梓敬表示，记协作为记者工会，在大量所谓记者在修例风波期间涉嫌阻碍警方执法，以致苹果日报拖粮、员工欠薪等事件中一直视而不见，故记协是否有政治取态已是路人皆知。民建联主席施永泰表示，香港记协只做出选择性回应，难免让市民失望。若记协问心无愧，就不应再三回避，而应早日开诚布公，释除公众疑虑。从香港记协情况来看，他长期参与了这些反中乱港的活动，而同时呢，他又长期把持着香港记者的职业资格证的发放。所以，如何坚持爱国者治港原则，那就需要对各路的反中乱港势力进行清理，做出辨别。